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常见又让人困惑的现象：为什么有些人年纪一大把，满脸都是老人斑，而有的人即使50、60岁了，脸上还干干净净，看不到几个斑点呢？这到底是天生丽质的幸运，还是后天保养有方？有人说老人斑是岁月留下的痕迹，躲也躲不掉；也有人暗自庆幸自己没长斑，觉得是用了什么神奇的护肤品。那真相究竟如何？今天我们就来揭开这个谜团，看看医生到底说出了什么大实话。首先，我们得了解什么是老人斑。医学上称它为老年性色素斑，或者脂溢性角化，是一种常见的良性皮肤老化现象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很多人在脸上、手背上、前臂或额头太阳晒得到的地方会出现一些褐色或黑色的斑点，有的平平的像雀斑放大版，有的稍微隆起像小油一样。一般40、50岁以后开始明显增多，年龄越大越常见，所以俗称老人斑。但有意思的是，老人斑可不完全是老人专利，有些人40出头就冒出几颗，有的人70、80岁皮肤还几乎光洁无斑。这种差异让人不禁疑惑，难道仅仅是遗传基因的问题吗？基因确实在皮肤老化中扮演一定角色，可是科学家发现，环境和生活方式对皮肤衰老的影响更大。有一个著名的案例，经常被医生提起，一位69岁的美国卡车司机，因为常年开长途车，他的左脸总是朝向车窗，日复一日被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，而右脸经常躲在驾驶座的阴影里，不太晒到。结果30年下来，两边脸判若两人，左半边布满深深的皱纹和色斑，皮肤松弛而粗糙，看起来仿佛老了20岁，右半边脸却相对光滑年轻。这触目惊心的双面人照片发表在著名医学期刊上，震撼了很多人。医生由此大声疾呼，防晒太重要了，长期紫外线暴露会大大加速皮肤老化，让皱纹和老人斑过早爬满脸庞。如果平时不注意防晒，再多昂贵的护肤品，再高明的医美手段，都抵挡不住岁月在皮肤上刻下的斑斑点点。看到这里，你也许会想，好吧，户外工作者容易长斑，那办公室里久坐不晒太阳的人是否就不会长老人斑呢？的确，少晒太阳的人皮肤老化速度会慢一些，但阳光并不是唯一的元凶。我们经常可以发现，有些在室内工作的中年人40、50岁，脸上已经斑点明显，而有些常年户外劳作的农村老人，虽然皮肤黝黑粗糙，却不一定布满老人斑。这说明体质和生活习惯也起了很大作用。医生透露了一个大实话，老人斑的成因其实不只是发生在皮肤表面，而是反映了身体内在的老化过程，它跟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、自由基堆积、抗氧化能力都有关系。换句话说，老人斑多的人往往是因为身体生锈得快，而那些皮肤干干净净的同龄人则可能是身体内在环境保持得更好，老化速度较慢。听起来有些玄乎，让我们把这件事拆开来看看。当人变老时，细胞在呼吸代谢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副产物，其中最恶名昭彰的就是自由基。自由基就像一群不安分的小恶魔，在体内四处乱撞，攻击细胞，尤其是皮肤细胞，它们的细胞膜中含有大量的脂肪酸，一旦遇上过多的自由基，就会发生脂质过氧化反应，产生一些棕褐色的残渣色素。这种色素学名叫脂褐素，通俗一点也被形容为老年色素。脂褐素一旦生成，就会逐渐沉积在细胞里。当皮肤的表皮细胞和汗腺细胞里堆满了脂褐素，最终就会透过皮肤表面表现出褐色斑块，这就是老人斑形成的内在机制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脂褐素不只沉积在皮肤，如果它跑去大脑神经细胞里堆积，可能造成记忆力和智力的衰退。如果沉积在血管壁，还会促进动脉硬化和血压升高。所以有医生直言，脸上长满老人斑的人，体内血管里往往也有不少斑块。当然，这并不是绝对的因果，但它提醒我们，皮肤上的老人斑其实是全身老化的一面镜子。如果一个人年纪不算太大，就长了很多老人斑，那很可能意味着 TA 体内的自由基过多，细胞氧化损伤严重，衰老速度加快。相反，那些50、60岁了还几乎没有老人斑的人，
多半有着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或体质，让自由基没有那么猖狂。说到这里，很多爱美的朋友可能紧张起来，天哪，脸上长斑岂不是代表我身体也在生锈？先别慌，老人斑虽然是身体老化的信号之一，但我们完全可以采取行动来延缓甚至预防它的出现。一方面，我们可以尽量避免那些会加速斑点冒出来的坏习惯，另一方面，我们也可以主动采取一些好习惯来对抗自由基，守护我们的肌肤和身体。医生的建议其实很朴素却中肯，与其把钱花在遮瑕膏和粉底上遮盖斑点，不如从日常生活下手，延缓斑点生成。究竟怎么做呢？让我们从坏习惯和好习惯两方面各自盘点一下。先说坏习惯，第一条，刚刚已经强调过，不防晒绝对是头号敌人。长期日晒不仅会晒黑皮肤，更会产生大量自由基攻击皮肤生成，导致所谓光老化。光老化的皮肤不仅皱纹多、松弛，色斑也会提前报到。有人可能想，我又不去海边暴晒，平时上班路上晒一会儿太阳，不至于吧？问题在于，紫外线中的 UVA 可以穿透玻璃窗户，晴天时即使坐在窗边，开车上下班，都在日积月累地受到紫外线伤害。所以养成防晒习惯很必要，出门戴帽子或撑伞，户外活动时涂点防晒霜，哪怕在车上也可以贴防晒窗膜或涂抹具有 UVA 防护的日霜。正如一位皮肤科医生形容的，防晒就是对皮肤最好的防老投资。别忘了，那位左脸满是皱纹的卡车司机，用他半张脸的教训告诉我们，每天一点点紫外线，日子久了威力惊人。第二个坏习惯，爱抽烟喝酒。香烟中的有害物质会激发体内大量自由基，同时也破坏维生素 C 等抗氧化物质，让皮肤加速衰老。很多老烟枪的脸色都比较灰黄暗淡，斑点皱纹一应俱全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酗酒则会损伤肝脏功能，影响体内代谢和解毒，同样可能加剧色素沉着。医生指出，长期抽烟的人不仅看起来更显老，皮肤长斑几率也更高。所以如果想让皮肤少长斑、晚长斑，戒烟限酒绝对值得列为优先行动。第三个坏习惯，熬夜压力大。现代人工作生活节奏快，很多人40-50岁还在拼事业，熬夜加班，或者长期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。你可能想不到，睡眠不足和心理压力也和老人斑有关。睡不好时，体内内分泌失调，会影响皮肤的修复和新陈代谢。压力大时，身体会产生更多自由基和皮质醇等激素，损害胶原蛋白，让皮肤更早出现老化迹象。很多女性朋友都有体会，连续熬几个大夜，脸色就暗黄，斑点好像更明显了。相反，保持充足睡眠和放松的心情，有助于皮肤夜间自我修复，将白天产生的一些自由基破坏给修好。俗话说，美容觉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所以规律作息、减压放松也是预防老年斑的重要一环呢。再来说说我们应该培养的好习惯。其实总的原则非常简单，均衡饮食、适当运动、多抗氧化，促进循环。运动方面，一周能有3天左右中等强度运动，比如快走、慢跑、游泳等就很好。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加速体内废物清除，对皮肤也有养护作用。很多喜欢运动的中老年人，皮肤气色普遍比同龄不动的人好，看上去年轻一些。这其中就包括皮肤更光洁，斑点更少。但要注意，运动时也别忘了防晒补水。谈到饮食，这可是防范老人斑的重头戏。医生反复强调，祛斑要从餐桌上入手。不健康的饮食会催生自由基，加速皮肤老化。相反，健康的饮食则能提供大量抗氧化物质，帮助皮肤对抗岁月。那么，究竟哪些饮食习惯好，哪些不好呢？让我们结合一个真人故事一起看。今年60多岁的刘阿姨是一位从医40年的老中医，她的故事曾在网络上引发热议。因为虽然年过花甲，她皮肤依然光滑紧致，脸上几乎找不到老人斑，看上去竟像40几岁的人。身边的同事都惊呼她是不是用了什么神秘驻颜术。而刘阿姨笑着分享说，其实她并没有什么特殊秘方，更没怎么依赖化妆品。她的秘密武器就在每日3餐里，
刘阿姨总结自己多年的经验，祛斑养肤，3分靠保养，7分靠饮食。刘阿姨的早餐秘诀是避免油炸、高脂肪，她很少吃油条、煎饺、烧饼这类油腻早餐，因为油炸食物含大量油脂和氧化物，吃太多不仅难消化，还会在体内产生大量自由基，加速皮肤老化。她通常早餐喝一杯温牛奶，加一颗水煮蛋和适量清淡的主食。牛奶富含维生素 A 和优质蛋白，还有助肠胃蠕动，据说能防止黑色素沉着，预防斑点。奶制品中的酪蛋白和乳清成分对皮肤修复有益。鸡蛋则提供满满营养和能量，让细胞充满活力。简单的牛奶加鸡蛋，看似平凡，却给身体打下营养的基础。中餐方面，刘阿姨强调多蔬菜，适量优质蛋白。她午餐的餐盘里总是绿油油的一片，各种深绿色叶菜轮着来，比如菠菜、青江菜、芥蓝等等。因为深色蔬菜里头有大量的维生素 C、贝塔、胡萝卜素和其他抗氧化营养，可以帮助清除自由基，修复受损的皮肤细胞。同时它也会补充蛋白质，但选择清淡健康的来源，例如豆腐等豆制品、鱼虾白肉或瘦肉，而不碰肥肉和油腻菜。豆制品富含植物雌激素异黄酮，有助维持皮肤弹性，减少皱纹。鱼肉含鸡肉这些蛋白质则提供胶原合成的原料。绿色蔬菜加上适量优质蛋白，营养均衡又避免过多热量，相当有利于延缓老年斑的出现。晚餐部分，刘阿姨则遵循清淡少量、粗细搭配的原则。她晚饭吃的较少，常用各种粗粮杂粮煮粥取代精米白面，例如燕麦粥、玉米糙米粥、红薯粥等等。粗粮富含膳食纤维，可以促进肠道蠕动，帮助排出体内毒素废物。中医讲，肠道通则皮肤明，肠道健康了，脸上自然不容易长斑。此外，晚饭后半小时左右，刘阿姨习惯再吃点水果当甜点，比如一颗奇异果或者几片橙子。水果中的维生素 C 和各种抗氧化物质，又给肌肤增添了一道保护。她笑言，睡前来点水果，就是在给皮肤做面膜呢。看到刘阿姨的饮食，你会发现并不神秘，少油少糖，多蔬果，多粗粮，蛋白质适量，正是营养学家们一再推荐的健康饮食模式。而她本人就是这种饮食抗老的现成代言人。60岁的人，皮肤白净，几乎没斑。同事们感叹她冻龄，其实秘诀全在日常习惯中。这也印证了医生的那句大实话，预防老人斑，外在保养不如内在调理。如果平时大鱼大肉，甜食不忌，油炸不离口，就别指望年老时皮肤还能光洁无斑。相反，饮食清淡均衡，营养丰富的人，身体少产生些自由基，皮肤自然不容易长斑。当然，光说不练假把式。具体来说，哪些食物最有助于我们在50岁后预防老人斑呢？坊间流传着各种淡斑食谱、祛斑食物、祛扑食，让人眼花缭乱。其实道理我们已经讲透，重点在于抗氧化和促进代谢。大体来说，富含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、贝塔、胡萝卜素、花青素、硒等营养的天然食物，都可以称得上是皮肤的好朋友。这里我们精选4种日常生活中容易取得的食物，它们在各种研究和医生经验中都被证实，对预防老人斑特别有益。别的不说，至少刘阿姨和许多养生专家们自己就很爱吃它们。现在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4位抗斑明星食物。第一种，红彤彤的番茄，没错，就是餐桌上常见的西红柿。它可不仅仅是配色点缀的蔬菜，还被营养学界誉为大众的水果医生。番茄里富含维生素 C， 这可是美白淡斑的头号战将。维 C 能抑制酪氨酸酶的活性，减少黑色素形成，从源头上减慢色斑的生成。除了维生素 C， 番茄中另一样法宝是茄红素。茄红素是一种强力抗氧化剂，它可以中和自由基，保护皮肤细胞不受氧化伤害。有科学实验非常有趣，让一组人连续几个月每天吃番茄酱，结果发现他们皮肤对紫外线的抵抗力明显增强了。日晒后皮肤发红的程度比不吃番茄的人低很多。这说明什么？
说明吃番茄等于给皮肤吃了一层内服防晒霜。难怪医生们建议中老年人平时多吃西红柿来养肤抗老。每天一杯番茄汁或者生吃1-2个番茄，长期坚持下来，不仅可能让脸上斑点变淡，也许还能让您看起来比同龄人年轻好几岁呢。提示一下，番茄里的茄红素是脂溶性的，熟吃更有利于吸收。如果用橄榄油稍微炒一下番茄或熬成汤，营养吸收率会比生吃更高哦。第二种，低调的美白能手，冬瓜。冬瓜可能出乎不少人意料，因为它味道清淡，貌不惊人，却是中医古籍里记载的美容圣品。本草纲目中早就写道，冬瓜令人皮肤白泽，意思是常吃冬瓜可以使肤色柔软洁白，减少色斑。冬瓜本身几乎不含脂肪，热量很低，但富含维生素 C 以及矿物质钾、镁等，它有利尿消肿的作用，可以帮助身体排出多余水分和废物，减轻代谢负担。现代营养学也发现，冬瓜中含有葫芦巴碱等物质，有助于抑制黑色素沉着。简单来说，冬瓜能清热化湿、排毒润肤，对预防老年斑很有帮助。在我们国家许多地区，冬瓜汤是老人们常喝的保健汤品。炎炎夏日来一碗薏米冬瓜汤，清热祛湿又养颜。平时煮汤炖菜放些冬瓜，可以为全家增加一道养生菜。冬瓜还能切片晒干后泡水当茶喝，清香解渴。对于想淡化色斑的人，不妨多尝试把冬瓜融入日常餐桌。别看它便宜普通，坚持使用，可能给你一个白净的惊喜。第三种，酸酸甜甜的柠檬。柠檬一直有美白水果的美誉，很多爱美女士年轻时就爱用柠檬泡水喝，希望皮肤白皙。其实这个土方法是有科学依据的。柠檬中维生素 C 含量相当高，每100克柠檬汁所含维 C 比一个大橘子还多。维生素 C 可以说是黑色素的克星，它不仅抑制黑色素形成，还能还原已经生成的黑色素，让皮肤色泽变淡。难怪医学上很多淡斑美白产品都添加了维 C 衍生物，而喝柠檬水就是获取天然维 C 的极好方式。此外，柠檬含有丰富的柠檬酸和类黄酮等抗氧化物质，帮助清除自由基，促进胶原蛋白合成。长期适量喝柠檬水，对延缓皮肤衰老、预防斑点确有益处。建议每天早上起来空腹一杯温温的蜂蜜柠檬水，不仅润肠通便、提神醒脑，还为肌肤提供了一天的维 C 盾牌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柠檬很酸，有胃病的人要避免空腹大量饮用，浓度也不宜太高。另外，喝完柠檬水切忌漱口或喝几口白水，因为柠檬酸对牙齿珐琅质有腐蚀。但总的来说，柠檬作为廉价又高效的抗斑水果，实在值得中老年朋友们每日与之为伴。第四种，养血驻颜的黑木耳。别看黑木耳长得黑乎乎，其实它可是让皮肤更白的好东西。民间有句话叫常吃木耳不长老年斑，听上去有些绝对，但凸显了黑木耳在抗斑方面的口碑。从营养成分上看，黑木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， 这是公认的抗衰老维生素，可以保护皮肤免受氧化损伤，减少色素沉积。黑木耳中还富含铁质和植物胶原，以及蛋白质、膳食纤维等。铁能促进造血，改善气色，而黑木耳特有的植物胶质有吸附作用，据说能帮助清理肠胃，带走体内的代谢废物和毒素，起到清道夫的功能。对皮肤来说，木耳既能润肤又能活血。中医认为黑木耳有滋阴补血、养颜美容的效果，常用于辅助治疗面色萎黄、肌肤斑点等问题。很多传统食疗方都会用到黑木耳来淡斑。例如，一个流传已久的养颜甜品是黑木耳红枣汤，取黑木耳30克、红枣10束枚，加水煮成甜汤，并调入适量冰糖。红枣补气养血，黑木耳滋阴润肤，活血化瘀。老一辈的人相信经常喝这道汤可以让气色红润，斑点减退。虽然效果因人而异，但至少它美味又营养，作为日常保健绝对有益无害。平日里黑木耳的吃法也多样，凉拌木耳、木耳炒青菜、木耳炖鸡汤常常出现在家常菜中。希望皮肤少长斑的朋友，不妨在菜市场多买点木耳备着，隔三差五吃一吃，
为自己的皮肤刮刮油、洗洗尘。以上介绍的4种食物，番茄、冬瓜、柠檬、黑木耳，可以说是中老年人预防老人斑的餐桌4大天王。它们价格平易近人，主妇主夫们也大都拿手烹饪，日常适量多吃对身体大有裨益。当然，除了这4种，还有很多天然食物具有抗氧化、淡斑的功效，例如深绿色的叶菜、菠菜、甘蓝、羽衣甘蓝等，提供维生素 C 和叶黄素；橙黄色的根茎类、胡萝卜、南瓜、红薯，富含贝塔、胡萝卜素，能清除自由基；莓果类、蓝莓、草莓、樱桃含花青素，多吃对皮肤胶原有保护作用；坚果和种子，杏仁、核桃、芝麻、南瓜籽是维生素 E 和有益脂肪酸的良好来源，有助维持皮肤屏障。甚至黑巧克力和绿茶因为富含多酚类抗氧化物，也被皮肤科医生点名表扬过。总之，饮食上做到5颜6色进餐，也就是蔬果品种多样，色彩缤纷，就能摄取到多种多样的植化素和维生素，帮助身体对抗自由基的侵蚀。这些来自食物的天然抗氧化剂，就像体内的清道夫和保镖，既清理了老年色素形成的源头，又保护细胞，减少新的损伤。除了饮食，我们也别忘了皮肤的外部保养。预防老人斑，不是说擦护肤品无用，而是说内调更根本，但配合适当的外养，效果自然更好。尤其是中老年人的皮肤往往干燥，新陈代谢减慢，所以日常应该注意保湿和温和去角质。保湿可以选用含有维生素 E、维生素 C 或其他抗氧化成分的面霜，保持皮肤屏障健康，减少外界对皮肤的刺激。每周1次轻柔去除老废角质，能让皮肤更新更快，使那些已经形成的浅表斑点更快脱落淡化。不过在使用护肤品时，一定避免含有刺激性强的成分，否则适得其反。另外，有些民间偏方，比如用生姜片或大蒜汁擦拭老人斑，有人说有效，其实要非常小心，姜和蒜有刺激性，浓度不当可能灼伤皮肤，引发炎症，反而加重色素。与其冒险，不如选择市面上安全性较高的淡斑精华，或者在皮肤科医生指导下使用药膏。当然，如果老人斑已经很明显且影响美观，医学美容也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，比如冷冻治疗、激光祛斑、光子嫩肤等等。这些手段可以快速清除已经形成的色斑，但请谨记，如果不配合生活方式的改善，新斑点还是会继续冒出来，就像杂草一样，光拔掉是不够的，还得改良土壤。只有把身体内在环境调整好了，才能真正斩草除根，让新的斑不轻易长出。聊了这么多，我们可以帮大家总结一下一套50岁后抗老人斑的行动清单。做好防晒，每日防晒不偷懒，户外戴帽撑伞，使用广谱防晒霜，避免皮肤被过多紫外线伤害，戒烟限酒，远离烟草和过量酒精，减少体内自由基来源，保护皮肤和全身健康。规律作息减压，保证充足睡眠，学会管理压力，维持内分泌稳定，给皮肤充裕时间修复。均衡饮食，少吃油炸、高脂、高糖、高热量食物，多吃新鲜蔬菜水果、全谷杂粮、鱼肉豆制品等，控制热量摄入，同时确保抗氧化、营养充足。适当运动，每周至少3次中等强度有氧运动，促进血液循环和代谢废物排出，让身体和皮肤都更年轻有活力。重点摄取抗斑食物，特别推荐番茄、冬瓜、柠檬、黑木耳这4大天王，以及其他富含维生素 C、E 和贝塔、胡萝卜素的天然食物，作为日常餐桌上的常客。外部保养，保持皮肤清洁和保湿，温和去角质，必要时使用安全的淡斑护肤品。一旦发现可疑斑点快速变化，及时就医排查，确保不是皮肤癌变。这些措施看似平平无奇，贵在长期坚持。不要小看每天餐桌上的一杯番茄汁、一碗冬瓜汤，或是睡前的半小时瑜伽冥想，这些点点滴滴累积起来，就是帮助你对抗岁月刻痕的利器。正如一句俗话所说，今天的生活习惯决定了10年后的样子。
如果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善待自己，等到了50岁、60岁时，也许真的能比别人更胜一筹。也许有人会问，万一我已经50好几，脸上斑都长出来了，现在开始补救还有用吗？当然有用。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远比我们想象的强大，只要开始改变，任何时候都不嫌晚。可能已经形成的老人斑不会立刻消失，但你会发现新的斑点出现速度减慢了，原有的色斑或许也不再继续扩大变深，整体肤色状况逐渐改善。很多阿姨大妈们改变生活方式1年半载后，惊喜地发现镜子里的自己气色红润了，皮肤细腻度提高了，斑点看着也淡了一点。这些正向变化都会进一步激励我们坚持下去，形成良性循环。最后再强调一句，心态，别过度恐惧和嫌恶老人斑，毕竟岁月流转，每一道斑点也是人生经历的印记。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是为了健康和青春状态，但不可能让肌肤一辈子像婴儿般无瑕。就像银发是年长者的勋章，脸上偶尔几颗老人斑也无伤大雅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习惯，延缓衰老的脚步，而不是听任岁月肆虐。当然，能少一点斑点，多一份年轻自信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试想未来某天，你满头银丝，却面色红润，笑容灿烂，脸上几乎看不到明显的老年斑。旁人惊讶地问，你怎么保养的？怎么到这把年纪，皮肤还这么好？你淡淡一笑，心中有数，秘密就是多年来点点滴滴的健康生活方式在背后默默助攻。这使得你一定庆幸自己当年在50岁出头时就开始未雨绸缪，管住了嘴，迈开了腿，做好了防护，吃对了东西。岁月终究要在每个人脸上留下印记，但我们完全可以让它来得更慢一些，轻一些。与其说我们在和时间赛跑，不如说是在跟更好的自己握手。医生说出的这番大实话，归根结底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胜过一切灵丹妙药。那些没有老人斑的例外们，其实往往不是例外，而是他们用努力和智慧换来的结果。从今天起，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的皮肤医生、健康教练，调好生活这剂药。希望多年以后，我们都能成为那种容光焕发的长者，即使鬓角染霜，脸庞依然干干净净，神采奕奕。用自身经验去告诉晚辈们，衰老可以优雅从容，人生可以活得健康漂亮。